艺术的整合。2. 视觉艺术与音乐的整合。2.2 电影音乐、电影配乐。术语：电影音乐也可以称为电影配乐、背景音乐、电影配乐、屏幕音乐或事件音乐。电影配乐 （Film Score） 是专业人士用的术语。背景：电影配乐是专门为一片电影创作的原创音乐。配乐构成了包括已存在的音乐和对话和声音效果的电影原声之一部分。还包括许多称为提示的管弦乐、器乐或合唱作品，在演出过程中的特定时间点定时开始和结束，以增强有关场景的戏剧性和情感影响。风格：电影配乐包含多种音乐风格，具体取决于它们伴随的电影的性质。大部分配乐都是植根于西方古典音乐的管弦乐作品，但许多配乐也受到爵士、摇滚、流行、蓝调、新时代和环境音乐以及各种各样的民族和世界音乐风格的影响。自19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配乐也将电子元素作为配乐的一部分。今天编写的许多配乐都具有管弦乐和电子乐器的混合体。历史：无声电影、默片。在电影中录制声音的时代到来之前，通常是通过后台钢琴家，有时是乐团的演奏，通常用提示单，努力为电影提供合适的音乐。美国1895年，钢琴家出席了 Lumiere 兄弟的首场电影放映。1914年 ，Oz Film Manufacturing Company 制作了 Louis Gottschalk 为电影创作的全场配乐。其他例子包括 Cabot 在1914年创作的 The Only Goal。德国在无声电影时代，浪漫乐派最重要的歌剧作品就已经被搬上荧幕了。德国一些作曲家还给他们重新写过原创的管弦乐。Gottfried Gottwitz 1924年的尼伯龙根原创的完整的管弦乐配乐，他还自己写了钢琴版本，以便在较小的电影院中播放。尼伯龙根原为华格纳最著名的连篇歌剧，在此我们听到壮丽的管弦乐在电影中真实的呈现。1922年 Hans Adman 的《浮士德》也是管弦乐的原始配乐。《浮士德》原是古诺最著名的歌剧，根据歌德伟大的同名剧作。在此我们看到，无声电影因为影音无法完全同步，对话都用字幕打出，但音乐则不受限制，可以在相对准确的时空内与影片同步。法国在有声电影出现之前的法国，萨蒂为导演 Claria 的前卫短片进场，1924年做了首个逐格同步电影配乐。萨蒂期待者对点技术和无声电影放映中放映速度的不一致，因此对每个段落都采用了精确的时间。
并创建了灵活的、简短的，并令人回味的机语配乐，可以照速度重复和变化。这是机语音乐最早的呈现之一。有声电影。当电影有声音时，导演 Fritz Lang 几乎不再在电影中使用音乐了。除了用口哨吹皮尔金组曲的一小段外， Lang 1931年的电影《M 一个城市正在找一个凶手》完全没有音乐伴奏。在 Max Steiner 为 David Selznick 1933年的《金刚图》写的配乐中，音乐与电影中的动作同步发生了里程碑式的事件。Steiner 的创新 A 首部伟大的电影配乐 B 与导演大量使用对点过程 C 利用主导动机识别出金刚 Darrow 和骷髅岛。D 配乐以3个主导动机发展出来。1950年代至1960年代，导演 Elia Kazan 乐于接受爵士乐的影响力和不协和的配乐标准，并与 Alex Noth 合作，后者在《欲望号街车》1951年中的配乐将不协和与布鲁斯和爵士元素融为一体。1970年代至1980年代 ，John Williams 凭助《Star Wars》的配乐，恢复了好莱坞黄金时代的音乐。在40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该系列8部电影的配乐。这些年来，他一直使用相同的主导动机和主题，构成了历史上最大的音乐作品。
1990年代以后， Zimmer 在电影配乐中结合尽可能多种风格，包括电子音乐如 Rain Man、民族风格如狮子王和各种风格的结合。加勒比海盗的音乐是民俗风格，